嘿，维珍，欢迎来到咔咔乱讲系列。刚才给大家看到的呢是台湾人丢垃圾的日常。那我们马来西亚人呢，你平时在家吃不完的食物，或者是煮饭的时候的菜头菜尾，都是怎样处理的呢？不管是你有做垃圾分类，还是直接丢进垃圾桶都好，有没有想过这些食物垃圾，它最后会去到哪里呢？如果是送到掩埋场掩埋的话，对环境又有什么样的影响？今天我们就来讲讲食物垃圾的事。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嘎嘎叫叫的频道的话，赶快订阅，然后开启小铃铛。其实讲到食物垃圾真的是很多耶，只要我们吃东西就一定会有垃圾，像是我们煮饭的时候的菜头菜尾啊，还是水果皮，还是我们肚子太饿叫太多结果吃不完，或者是食物放太久过期了然后只好丢掉，这些都是食物垃圾。像我们之前的影片就有说过，我们马来西亚人每一个人就会产生1.7公斤的垃圾，加起来就是38,000公吨的垃圾，而在这么多的垃圾里面，竟然有超过一半就是食物垃圾。像 SWCO就有预测，今年2020年我们的食物垃圾就可以叠满16个 KLCC， 超夸张的。像联合国报告就显示啊，现在全球有8.2亿人是在挨饿，在肚子饿的。可是我们每一天生产那么多的食物里面，却有1/3的食物是没有被吃掉，结果全部都是被丢掉浪费掉的。像我们马来西亚人啊，每一天就丢掉了16公吨的食物，这些食物其实是可以为1200万的人提供3餐呢。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哦，它比喻如果我们全球正在挨饿的人像一粒高尔夫球大小的话，我们每一天浪费掉的食物却是篮球般的大小，但是我们这么多的食物却直接丢掉，没有拿来给需要的人。很多人都觉得食物是天然的，所以你丢到大自然里面，或者是拿去掩埋，其实对环境应该不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吧。可是你们有看过食物发霉吗？是不是会产生很臭的味道？所以在掩埋场里面呢，它其实也会产生沼气，而里面呢有超过50% 就是甲烷，也就是造成全球暖化的温室气体之一。再来呢，食物垃圾的水分其实很高，它会增加我们的垃圾量，还有掩埋场的负担。如果丢进焚化炉的话，像我们丢掉的 plastic， 它其实是需要很高温才可以完全的焚烧。可是我们垃圾的水分呢，是会有降温的效果。像是这些 plastic 啊，如果它没有完全焚烧的话，其实会产生非常可怕的毒，就是 dioxin。所以其实这些食物我们丢到垃圾桶的话，对环境是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的。再来，这些食物垃圾，不管是厨余啊，还是我们吃不完的食物，它其实都还是一个可以利用的资源。所以如果我们这样丢掉的话，是非常的浪费还有可惜的。其实从2016年开始呢，我们政府就有强制好几个州都要做垃圾分类，像是布城啊、KL、柔佛、彭亨、马六甲、森美兰、吉打、玻璃市目前都有在做。为什么Selangor没有嘞？我也不知道。还有我们防政部呢，这几年也有在积极推动剩食处理，像是厨余发展计划，让餐饮业啊、酒店、超市都将这些厨余变成堆肥或者是再生能源。像 Tesco 他们也有加入这一个行动哦，他们甚至还有发布他们 Food Waste 的一个数据的报告。去年呢，他们就捐了610吨卖不出去的食材给全国130的福利机构、学校还有社区，其实很多诶。像贸小部啊，在2018年的时候也有成立了大马食物银行的计划，像 Nestle 今年他们也有宣布加入了这个食物银行的合作，然后会回收安全还可以再用的一些剩下卖不出去的食品。预计呢也会为我们马来西亚超过50万的贫穷家庭提供食物。其实接下来呢，陆续也会有越来越多的食物银行成立，像是在开江呢，今年年头也有了马来西亚第1间的食物银行配送中心。其实这一些呢，真的很需要掌声鼓励，因为我们政府啊跟企业其实为食物浪费这一件事情也做了很多的努力，也希望接下来呢可以有更多的企业还有 supermarket 啊、餐饮业都可以加入这个减少食物浪费的行动。但是呢，这些企业啊，还有餐饮业啊，他们所产生的食物，其实也只是占我们食物垃圾的28% 而已。厨余垃圾最多占了38% 呢，其实是我们的家庭厨余。所以其实我们才是根本解决这一个食物浪费的关键。那我们到底可以怎么做呢？第一个方式就是珍惜食物源头减量。
虽然这句话很老套，可是真的，只要我们吃多少拿多少，就可以根本的源头的解决这一个食物浪费的问题。要买食物之前呢，我们先想想我们到底要买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吃不吃得完，这一些其实就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一个问题。或者是呢，我们出门的时候随身都带便当盒，当我们吃不完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些食物打包回家，等我们饿了的时候再吃，或者是把它送给有需要的人。像是现在呢，有越来越多的食物银行，像是很多的 NGO， 它其实都有在做食物回收，像是 Green Hero 啊、What Aways、Kachara， 大家都可以多多支持他们，可以去 follow Green Hero 的 Facebook， 他们每一天呢都会 post 卖不完的一些很好吃的食物，然后大家很便宜就可以买得到。我们也可以加入 What Aways 当食物英雄，帮忙他们把这些食物呢分派给有需要的人。而且我们自己呢也可以去申请，然后去当这个食物捐助者哦。像是如果我们要办 wedding 啊，还是要办什么宴会啊、buffet 等等的，我知道现在不行，可是如果疫情过后我们要办这些宴会的话，我们都可以提早跟这个 What Away 说，然后在宴会结束的时候，他们就会过来，然后帮忙我们回收这些食物。再来呢，第二个方式就是创意回收食物，就是我们吃不完的食物啊，或者是厨余啊，其实都可以做厨余堆肥，或者是做酵素，好处都非常多哦。或者是大家也可以去看我们上一支影片，也有教大家怎么样厨余堆肥种菜。其实我们的垃圾如果少了这些食物垃圾的话呢，也会变得非常的干爽，然后也不会臭。总之呢，就是大家不要再把食物垃圾丢进垃圾桶了。大家真的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如果我们马来西亚人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不要把食物丢进垃圾桶的话，全世界就可以减少16公吨的垃圾耶。而且如果我们解决了食物浪费的问题，也可以解决全世界贫穷、饥饿的问题，还有气候变迁的问题耶。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来做到不要浪费食物，减少食物垃圾吧。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吗？如果喜欢的话，记得按赞、留言，还有订阅我们，也可以分享给更多人知道哦。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拜拜。